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。这个月军食差了214升，历钱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甘愿受罚，只求都头日后善待中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余稳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将陆彦珠遵命。据各州上报，总计59个县被灾，建德县寿昌区大堤作业决了口。从兰溪到金华、永康这条水路的水面，比1个月前宽了10倍有余，流湍浪急，舟楫断绝，给东南行营运粮的粮船都阻在了通路。故此，臣等议定，借用珠江水系沿江南下，自漂西渡登岸，只需越过20里山路，便可自西溪渡再度登船，沿西溪入长溪，直趋宁德、永贞，自永贞登岸。六都转运司和提举公使司，不是设在了温州的永嘉盐场吗？是九郎亲自选的。永嘉盐场距福州计500里路，是不是远了点儿？不远。九郎选的这个地方恰到好处，大军南下，粮资经水系转运，青田乃必由之路，至多再有1月，海上风季将终。事实已经运抵青田的粮资，可沿永嘉江直接出海，而尚未发出的粮资，可沿钱塘江口出海，经温州进海，直趋福州。这2条路都是2到3日的水程，2条路的交汇之处，便是永嘉盐场。九郎现下已经到了永嘉盐场了。若老夫算得不错，此时九郎与养帅该当正在2个渡口之间的山路，且随军转运的粮资可供大军20日食用不辍。兵锋直抵福州之前，军中无断粮之虞。此时臣等所忧者，恰恰是这段陆路。怎么说？大王，那边应该也在下雨。
让开！让开！别推了！让开！车上有草毡子，一人一个，往地上铺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，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朱元初，在，去拿草毡子。诺。第二把伞，都是死人吗？走。钟顺都，填沟壑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填沟壑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来来，放上它。来，来一个。左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啊？正兵的上官们。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碧阳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右执第一都军需于后田必勇，见过九郎君。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。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执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填好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填好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
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，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，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。下贱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杀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阵杀敌。多谢郎君不下车，多谢郎君不下车。哎，郎君，周郎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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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大帅，九郎，你别动，快躺下。听说你发热了，身子受了湿寒，须得好生将养了。大军登船了吗？旋风、前军、中军都已经走了，后军也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再有一夜光景，便也起行了。大帅不能离开中军，请大帅登船。到底怎么了？浙江和东阳江水位暴涨，寿昌渠决堤，后面的粮船过不来，大军的粮道断了。右直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60员，日需粮米53斛。弓箭三都时有兵额正兵1236员，府兵3628员，战马2628匹，驮马走骡1886匹，日需粮米188斛，豆料753斛。都记下了。日需粮米和豆料共计几何？日需粮米1534斛，豆料1597斛。郎君，好些了。随军转运粮米总数29372斛。豆料稍多些，将不足4万斛。可算起来，也就够大军18、19日使用啊。能撑到下个月初10。我这算了许多遍，最多也就10余日，军中便要断粮。你这个下个月初10是如何算出来的？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，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，还余6752匹驮马走骡。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，至少能出300斤的肉。按1员正兵1日所需3斤肉，1员府兵1日所需1斤肉耗算，能撑20余日。将驮马和走骡全部宰杀，大军班师的
粮秣辎重，如何前越？此战若是胜了，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；若失败了，自然也用不上了。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10，这战事就能了结吗？若是下个月初10，海上风浪依旧不静，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，那便是天数使然。天数使然。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，想了许多事。那个时候，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。若真如你说，天数使然，你我一句非战之罪，说来简单，可深入民境的3、4万将士，有多少要埋骨他乡，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？到那个时候，从长乐府到永贞，再到宁德，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飘溪渡，这120里的道路上，要聚集多少冤魂，多少枯骨啊！那是郎君见的少了。是啊，确实我见得少。自幼锦衣玉食，何曾识得半分人间疾苦？只是这里是吴越，不是中原。沈兄，你就不要随我去永嘉盐场了，你随船回转军前，待我将这封书函转呈于2位太尉。这是沈兄的官凭。我已在书函中向2位太尉禀明此事，沈兄凭此官凭，可在军前代行官军容使和提举公事司之权。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？情势有变，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，皆在军前。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，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，那便不合适了。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，可亲自赴军前调度诸事，无需假手于沈某。我要留在温州，6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。郎君想要做什么？天数无常，但我想尽尽人事。温州或可解大军断粮危机。既如此，提举公事司属务，沈某可代为之。然则官军容使之权乃大王。我信得过沈兄。沈某必不负郎君所托。启奏大王，水路不通，相府已经先后派出4拨信使，2拨派往军中，2拨发往温州。只是连日秋雨，州县道路多有冲毁，泥泞难行。若待回书，尚需10日。江在位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大王既以专捆之权，收养人权，水丘招劝2将，彼等自当戮力用命，军中之事，大王无需忧思过深。都灵公以为呢？将不从忠义，君不从忠志。胡令公所言乃是兵家正理。2位令公说的是。诸卿若无他奏，今日之朝便散了。大王，台州之事
大王委臣处置。如今因秋汛大雨耽搁了10日，误了差遣，是臣疏忽轻慢，有愧之手，还请大王治罪。遭大雨毁路，前言迟误的有岂止一事啊！秋汛过后，请可有成算？臣已筹划妥当，只待秋汛一止，1个月内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如此，请有劳了。这些日子，孤忧新东南行营战事，分心乏术，请多担待些。臣乃大王亲简，敢不效死命。下官全知温州军府使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、营田使张威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。诸君免礼，看座。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，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，早也做了些准备，却是不知具体日期，故此未能迎候司空，实在是失礼的紧。哈，万望司空恕罪。哎，与诸君无干，是我来的仓促孟浪。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，全6州转运使。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，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。司空尽管吩咐，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。我等必当竭力报效。秋汛猛急，洪水泛滥，断了大军粮道，前线将士斩头沥血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？如今急需筹措10万斛粮秣运往军前，还望诸君能助我呀。司空恕罪。温州治下有长平仓1座，现仓4座。1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，所余仓储也于10日之前借往军前。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几口粮，不足500斛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辽属，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，报效于司空。500斛，1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仪知晓。秋粮借都之后，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，据已于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转运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职经手，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，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，请司空与继仪过目。78000斛，这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，更不曾据闻回执啊！不曾啊！崔继仪，此事乃是王某经手，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予王某的。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？无人定如此事。78000斛粮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轻忽？7日之前，
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，确实只有1800户，哪来的78000户啊？飞机，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？这钱呀！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职真的不曾见过。这7万，飞机得罪了，未曾见过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这九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。那回执既是真的，他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闻这位豫章郎君的大名了。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，铁证如山。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几分斤两。